苏公子，明玉，梦兰，找我有事啊？苏公子，可否进去说话？啊，快进，快进，快，坐这儿。我这一觉醒来，日落西山在，本就恍然若梦，方才见你，还以为是在梦中，一时竟缓不过神来。公子便当是在梦里吧，也无妨。梦兰这个时候来，是不是有事儿与我说啊？就不能找公子闲坐一刻，闲聊几句？这几日咱们连生方忙，我本来就怕打扰你。可是哪一次遇见你，不想与你多待一会儿啊？公子可有酒？酒？有的有的，他们正送来的杏花酒。既然你兴致这么好，咱就喝杏花酒吧。听说是收了好几年的春水酿的，之前我还特意藏起来，还怕金兄偷走。也不知金兄现在如何了。等他回来，这酒要多少有多少。今日就你我，不聊别人。我来谢过公子厚爱。那我就与梦兰以心换心。当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。每次见到你，都像多喝了几盏杏花酒。梦兰从未喝醉过。主人，快先给天武喝了吧。着什么急呀？这不还坐着呢吗？先说说，什么好消息？姐姐让我告诉主人，不必再跟公子相私缠。她想了个好法子，能让连生坊直接退出比试。哪个姐姐？柯梦兰啊？她是终于想明白谁对她好了，是吧？姐姐不知道主人对我好，姐姐还说我是中了主人的毒。姐姐她说，只要帮你赢了比试，你就会帮我解毒。
他就带我走。天狐不走，天狐是主人的，给狐要吧。跪好！身子也难受极了。先说说，你想的什么招？他给连生坊做假证，再由主人派人查验，只要将结果公布于众，安行贵，连生坊就算是输了。哟，可这公子香明明知道柯梦兰八成有问题，怎么可能让他经手账本呢？连生坊向来是姐姐管账，公子香这2日房门紧闭，屋内也没有半点动静，说不定大半输早已跑了。跑，公子香不至于跑，他更不会受制于人，这其中有诈。好，我就跟他玩阳谋。你回去告诉柯梦兰，让他不妨一试。一旦能成功了，我不但履行承诺，说不定还有额外奖励。哎，大人，救人呢？你愣着干嘛？救人要紧，快！可惜了，这姑娘没几日好活了。食之精髓讲究的是各得其位，你这混得不分彼此了，如何入口啊？寄人篱下，你还挑三拣四，懂什么呀？这叫五味杂陈，可堪细品。撒盐。哦，撒盐我会。哎，多了！哎，你能不能有点眼力见儿？去叫康桥吃饭去。好啊。走你！哎，等等，打开。不是说了只要碎银吗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掌柜的别生气，我这就去换。做事都用点心，只要是莫爷在这儿，你们一个个都得挨说。一定，下回一定留心。麻利点。康掌柜果然是宅心仁厚啊！莫爷和你一刚一柔，刚柔并济，真是上阵父子兵也。晚饭好了，走吧。云公子先请，我还要帮公子凑齐这2万两碎银呢，莫误了公子的大事。哦，其实我知道你们刚收下曹帮，还需些时日来周转，突然之间让你们拿出那么大一笔现银出来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哪里？云公子的请求，我们向来不会拒绝，也不敢拒绝。哎呦，您客气，我怎么敢当呢？公子误会，我只是不想错过这千载难逢赚钱的良机。啊，没想到康掌柜年纪轻轻，就已经继承了莫爷的风骨，你真是……碎银子我可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你那鬼主意我也知道了，只是这唐啸他能听之任之，视而不见。我可跟你说啊，这几日出入唐家老号的，可都是他安插在连生坊的眼线。你是担心连生坊撑不到比试结束？你放心，我清楚唐啸的手段。如今连生坊里有舒亚楠和苏明玉，他们不敢兴风作浪。你还真相信他们？啊，一个是来路不明的女杀手，一个富家纨绔，再加一个只认钱不认命的刀客。你看你身边都有些什么人？哎，就像莫爷这碗炒饭，五味杂陈，各有滋味，也别有一番风味。嗯，好吃。
苏公子日后记得这良辰美景。惊鸿，情字何时能从容？谁深陷其中？莫来，莫来，今日喝多了，明日酒醒以后，你会后悔。明日太远，我怕等不到。你刚才说什么傻话？孟兰今日只想成为你的人。不对，莫来，莫来，究竟怎么了？孟兰受公子的恩，无以为报。孟兰只想成为公子的人，有何不可？木兰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以为你做了这些，当我们之前的所有就能一笔勾销了？可是，在你眼里，我是跟其他男人一样，可我要的不是这些，要的是情投意合、情之所至。这样做，不仅是看清了我，更是看清你自己。不对，莫兰，肯定有事发生。到底怎么了？莫兰。孟兰醉酒，失态。莫兰，莫兰，姐姐，主人令我将齐掌柜带来，他现在就在门外等着。姐姐，你只需改了账目，再让齐掌柜进门查验，我们的心愿就都能实现了。姐姐改完，齐掌柜就带着账簿报关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能遇上主人，让你脱剑入梁，让我绝症有望，我们理应高兴才是。姐姐，别犹豫了，金大哥也要活。等事成之后，我们就离开南都城，再也不回来。我去门口守着，让姐姐安心将账改得细致，更像有意为之，明眼人一看便知。
云香，苏公子，我有要事与云兄商议。他不在房中。云香确实另有安排。我就知道，要对付唐啸，用的不是这些表面上的手段。那你为何还急着找他？我担心孟兰有事瞒着我。这个时候怕是跟唐啸有关。你早就知道了。云兄不跟我说也就罢了，你也瞒着我，口口声声说你俩是姐妹，你就这么看着她误入歧途？孟兰有多渴望脱籍，你比我更清楚。眼下她这生死命门握在唐啸手中，若你设身处地的为他想想，你若是他，该如何选择？无法抉择，对吧？可唐啸若是真的能帮他也就罢了，那厮什么秉性你不是不知道，他能履行承诺吗？孟兰也不能情急之下就不管不顾了。你恼怒至此，究竟是担心孟兰一入歧途万劫不复，还是懊恼自己未能护她周全？你可曾想过，聪慧如孟兰，她怎会不知唐啸秉性？此前唐啸在连生坊便设暗桩，若非孟兰出手，连生坊能否撑到今日都不好说。他当时虽有犹豫，但终究是选了我们，可见他对唐啸并非一味屈服。希望我是庸人自扰吧。不论是什么，只要云香赢了唐啸，所有困局皆会迎刃而解。最后一日了，莫要乱了心神。舒姑娘，我现在就把他已做出了抉择。天湖，我改好了，你可以去找齐掌柜了。天湖，天湖，是去找唐家老号的齐掌柜吗？你说过，这账不若是被人看出半点破绽，这场比试便结束了。而以唐啸的秉性，即便你帮他赢了，他真的会信守承诺替你脱籍吗？姐姐莫伤他，姐姐，要不你就杀了我，杀了我就随主人一起来向你们报仇。主人，姐姐，你看。他中了唐啸的毒，已经失去理智了。唐啸这禽兽，我这话问多漂亮！你们都嫉妒我，都嫉妒我！天湖，你去哪儿？孟兰，我再信你一次，看好他。过来。哎呦，怎么了，赵师傅？好牌啊！看看，庄稼就得一家吃三家。对，你说今日必定有人找上门来，他几时来啊？别急，您玩您的。你单枪匹马根本对付不了他。那你与我同去，今晚就将此事了结。你冷静一些。你不去也罢，
我回府召集人手。下马。放开。下马。苏明玉，你冷静一些。此事若是云香，她可会这般鲁莽？可留在连生坊的是我，不是他。看着自己心爱女人受胁迫的也是我，不是他。这几天孟兰怎么过来的？若是云香，能看着你受如此折磨吗？这不好说。她一向以大局为重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你之前信誓旦旦说要受教于她，说要学谋略以智取胜，怎会放任自己随性而为？比试尚未结束，你此刻气势汹汹带人去唐家老号，若是中了唐啸的心意，岂不坏了云香的全盘计划？我问你，你是真的想与唐啸一决高下，还是不知如何面对孟兰，方才逃了出来？我本以为孟兰姑娘是为了脱籍才受制于唐啸，没想到天狐也遭毒手。孟兰如此抉择，多半是为保天狐性命。我不是怪他，我只是恨我自己。可该面对的逃不掉。当下关头，我一人如何守得住连生坊？你必须留下。将马牵走。东家，已经过了宵禁的时辰了，咱们这算违规营业了。有我在，违什么规？谁敢来查呀？滚蛋！是，下人呢？有眼也是无珠的。请看。来，我们再来一局。再来一局。东家，柯梦兰确实给丈母做了假，事情也确实如您所料。那舒亚楠和苏明玉很快就识破了柯梦兰的手段，但就当苏明玉杀气腾腾地走出连生坊，眼看着就奔咱们这儿来的时候，那舒亚楠出来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三言两语就把他又劝回去了。我知道，您定是一直故意收钱，才把邵知府给留住。可如今苏明玉没有来，那咱们得白白损失多少银子？你们都不得好死！柯梦兰，你不听主人的话，你也不得好死！姐姐，当真有解药？怎么，以为我不生你的气了？姐姐如何还备了媚药？这媚，是媚珠的媚，我专门为她备的，见血封喉。痴心妄想，媚珠百毒不侵，你想害她？当心我主人把你抓起来，抓到万丈深牢，让你求死不得！他天狐本性并非如此，这是中了什么毒啊？天下奇毒无数，他这模样最像中了失心散。什么是失心散？虽有多部药典记载，但此毒毒源珍稀，炼制要求又极为精细，多少年来鲜有人试炼成功。没想到唐啸竟有这偏门绝技，这算不上解药，只能延缓毒性蔓延。谢姐姐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天狐，给我滚！给我滚！叫我生叫我死的只有我的主人。当心你们不听他的话，马上有成千上万只蚂蚁来啃你们！老实点，我可没有你柯姐姐好说话。姐姐，她就是个贱人，就是个贱人！滚！他这般疯癫，是毒已入了骨髓，没工夫废话，打晕了好喂药。东家，东家。
在房间发帖。当真如此？千真万确。去吧。怎么样了？这药只能暂缓毒性蔓延，还是得想法子给唐啸交出解药。好在比试就要结束，就等于将入面了。你派出去的人可带回什么消息？昨夜要不是你拦着我，我早已身陷囹圄，不能在这儿跟你说话了。仔细说说。昨夜南都的邵知府在唐家老号，我若真去闹事，当场就被拿下。这八成是唐啸的连环计。他料到孟兰未必会听命于他，也猜到你得悉此事后会作何反应，这才让官差守株待兔，只等你自投罗网。此事都怨我，没有顾全大局。你遇到的是唐啸这禽兽，也是无可奈何。对了，唐啸趁着邵知府在，让他通宵营业，这样下来，流水又比咱们高了不少。今日戌时，比试就要结束。衙役赔6了，这赔率，连生方到底在筹算什么？来，公子，何出此言？还不是听说唐家老号流水远高连生方。是啊，这个局面啊，分明是唐家的赢面大，可赔率反而高。如此，这连生方得亏多少银子呀？各位，这押1赔3只是一个开始，这往后下注的人越多，赔率也就越高。是，苏公子，你们为了赢唐啸，真是豁出去了。如此乱定赔率，这连生方还能撑得起日？这个各位放心，连生方有我苏家撑着，赔得起。苏明玉还立誓，哪怕赔上半副身家，也要与您决一死战，不赢下誓不罢休。苏明玉，这孩子咱看着长大，他一直斯斯文文的，现在跟我斗狠，那不是嫩，是太可怜了。唐公子，现在柯掌柜和天狐已被严加看管，眼下就剩下我们几个，却也难以动手脚。要是苏家再搅和进来，那我们……苏明玉呀，他代表不了苏家，他那大姐，由不得他胡来。东家，话虽如此，可连生方这招却不可不防。眼下咱们经营流水虽是领先，可账面上看也并非稳操胜券呐。是啊，公子，他们这一改赔率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又添了700多两流水啊！跟我比不了千数，就耍横，不是公子强作为。东家，您可还记得前些日子南都城的生死风波，公子香也是借助了苏家的势力，才斗败了齐天锋。驱狼搏虎，是这意思。这么说，公子香明知柯梦兰为您所用，却听之任之，然后适时的让苏明玉自己发现这个事儿。以苏明玉那小废物的秉性，他知道自己喜欢的女人背叛自己，拿那女人撒不了气，便把火发在我身上，于是便有了拿半副身家跟我拼命的架势。哎呀，不费一兵一卒啊，借力打力，这是纵横之术啊，这是公子香的手段。可就算识破这诡计，眼下咱们不也还得先赢了再说？那是自然。他既有兴致，咱便陪他，吩咐下去，让咱们唐家老号胜率改得跟连生法一样一样的。
来，多少吃一点儿。你主人不是说了，你生病了，除了药，也得吃点东西才能好呀。这是你最爱吃的八宝粥，我刚给好的。都怪姐姐没有照顾好你。才让你变成这样。天虎，姐姐求你，再吃一口。梦兰，吃点东西吧。我给你拿了点点心，照顾好自己，才能照顾他们。苏公子还不如骂我几句好。你错了，我恨的是我自己，没能护你周全，让你陷入这两难的境地。苏明玉，时辰到了，继续找。又升了，又升了，这没事，几十年没这么玩过了。东家，连胜方押1赔5，咱们唐家老号押1赔4啊。来啊！哎，是。1赔6。东家。开盘！哎呀，这个赔率现在怎么办呢？这赔率还能改吗？是啊，能改吗？虚实已到，这连胜方跟唐家老号的比试，封盘截止了。苏公子，但这连胜方能赢吗？各位，是输是赢，还请诸位静候佳音。不过呢，连胜方能有今日，全倚仗着诸位捧场。既然如此，若连胜方赢了，10日内返离驿城与诸位聊表酬谢。多谢苏公子，多谢苏公子。今日流水9000多两，比前几日的总和都多，你为何还说我们赢不了？唐家老号那边紧跟着咱们调，他们今天的流水也不会少。胜率不大。云东家那边可有别的法子？匹夫还说你们赢不过主人的。药效又过了。舒姑娘，你可知云兄现下正在何处？要不这样，你带着云兄先离开南都，唐啸那边，我让我姐出面斡旋。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云兄去唐府为奴吧？可金大哥还在唐啸呢，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什么。东家，康掌柜来了。苏公子，康掌柜，云公子让我给你带句话：眼下胜负已分，是营救金氏两的绝佳时机。胜负已分，究竟是谁胜谁负？姑娘要问的是两家赌方，那便是唐家老号胜。若姑娘问的是云公子与唐啸之间谁胜谁负，恭喜唐公子，连胜方封盘了。阿七，封盘！东家，我方才就要封了，可是有位客人他死活不让啊，说是牌子未撤就还能下注，他要买1万两银子，买咱们唐家老号胜。
位客人已经封盘了，想玩点别的去。牌榜还在，便可下注。此为规矩。唐公子身为南都行业龙头，不会亲自坏了这规矩吧？